作为一名资深果粉，这么好果子我没吃过。手机、手表、电脑、哪儿？耳机、音响、充电宝。这是我自己的。你用过电视吗？苹果电视那可是最小巧、最便宜、最没存在感，但性价比最高的苹果产品，我配用吗？不是，配我用吗？我这身份，这么便宜的苹果产品，我看都不看一眼。您是不是玩不明白呀？你复职就是为了离职是吧？Apple TV 发布会年年见，但官网界面找不见。这股熟悉又陌生的果味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哎，你不是才买了小米 TV 吗？这就是为啥我要换苹果 TV 啊！7000块的小米 OLED 6999，我都当花屏幕上了，用了1年半。这系统跟廉价安卓机一样，机重难返，系统冗杂不简洁，遥控器都老掉线。开机广告15秒，读取系统1分钟，看高码率的蓝光纪录片，倍速就卡。明耀也是受害者，长按屏幕为我加速。甭管小米还是苹果，咱看电视就图个精神食粮。要是想追求点好的应用体验，好看的系统界面，更丰富的流媒体，不缩水的清晰度，那这系统只能说是妥协，太妥协了。后悔了吧？我当初就劝你加点钱上 Sony。明哥，我那预算3个点都加不出来，你让我加3倍，越省钱越好体验，你咋不跟刘备强上天？所以才要买电视盒子呀，那就是老电视跟显示器的太空电梯。我看你就是要买 Apple TV。Apple TV， 苹果发布会上最便宜的产品，最新一代官网定价900元起。我不会说它和我6000买的13 mini 用的是一样的 A15 芯片，但这是事实。这性价比，苹果自己都汗颜吧。Thank you. It feels really great. 一个传染俩，小巧叠起来和俩充电宝一样，甚至可以揣我们外套的兜里。简洁，一电源，一 HDMI 口，还有一 Big Apple 的 logo。比本机还让人惊艳的是遥控器，这是我见过、摸过、用过、设计、做工、手感都最好的遥控器，怎么感觉比本体还尊贵？这不会是拿 MacBook 的边角料做的吧？果然那果，充电居然换成了 C 口。顾总，现在谁突出了？我不说。Thank you very much. 开机先给我这台 OLED 屏幕叫角色。扫码似的，就用 iPhone 的环境光传感器，就把电视的色彩平衡照着行业标准参数调好了。我更喜欢直接使用杜比世界，色彩更生动绚丽，但前提是你的电视得支持。开机后几乎秒进系统，界面极其简洁，果味十足。遥控器用了类似 iPod Classic 的转盘操作，比德芙还丝滑。更丝滑的是 iPhone、iPad 都能当遥控器。输入框自动响应识别，再也不用受遥控器的气了。哼，给我整笑了！你这不是把 Apple TV 当主机，小米电视当显示器吗？啊，你开个机，你得先开电视，再切 TV， 你开个机还得2个遥控器，费钱。我今儿就是要维护我消费者权益。设置遥控器联动 ，Apple TV 能唤醒电视，小米遥控器也能控制 Apple TV， 再把小米电视开机广告刷掉，再设置开机直接进入信号源，就能实现电视开机就是 Apple TV。高，实在是高，就这一功能就值了。高还得是苹果一直奉行的硬件是软件的载体高，软实力才是 Apple TV 的硬实力。首先是自家生态。谁呀？看电视不戴耳机，还让我听见一个声儿，乱搞许小孩那种。带上 AirPods， 一键连接，解决了许多家属矛盾。深夜看球也不怕。以后我们会单做一期的苹果健身服务，之前我得 HDMI 线接 iPad 才能在电视上动感瑜伽，折腾完了人也颓了。现在点一下开始，根本不给我留放弃时间，运动情况也能直接显示在电视上。已经支持无损音乐的 Apple Music 界面和电脑端类似，刷首页都能发现许多新歌。没事看看在手机上经常会忽略的 MV、乐队采访，播放界面吸取专辑主色调，配合动态歌词，当个音乐墙都赏心悦目啊！
新加入的 K 歌功能，再整个麦克风，你说卡拉 O 不 OK？ 给大家演示一下苹果这个最新的 K 歌功能。Let's talking lay on fireplace. Santa Claus will make me happy with a toy on Christmas Day. 接着奏乐，接奏，这能用到 S5，是不是性能过剩了？是不是？给你了，就拿着。几个意思啊？我拿 Apple TV 玩游戏，纯粹是开了陈年水龙头，太秀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 App Store 里各种独立游戏，轻度又有好设计，和主机都不重样，遥控器能当手柄，需要复杂操作的就蓝牙外接个手柄，玩个大小作都不在话下。俩手柄还能和家属玩个双人游戏，合家欢得很。不能说电视游戏聊胜于无吧，更像是另辟蹊径，像是一些重叙事轻操作的步行模拟器类游戏。比起在电脑前正襟危坐，我更喜欢在电视前沉浸游玩的体验。这或许也是 A15 存在的必要。未来几年，我们期待看到更多高质量游戏登陆苹果。你给我安利 Apple TV， 聊半天说健身游戏，能不能好好看电视？我要看狂飙，我要看狂飙，我要看狂飙！小孩子呀，还闹！我当果粉这么多年，给苹果花这么多钱，买这么多服务，不就是为了上电视用的吗？先看流媒体吧，爱优腾只有海外版，界面干净整洁清爽，没广告也没 4K 小破站，连海外版都没有。不过困难总比方法多，想看还是能看，甚至比官方客户端体验更好。但这段我就不晓得能不能播了。你这本土化做什么玩意儿啊？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这玩意儿它本来就没本土化呢？外来物种是吧？你这果儿太奇异了，我觉得呢，就别叫苹果了，叫奇异果吧。投屏锁分辨率，电视端要单开会员 ，HDMI 接线这种方法都能进了，奇异，太奇异了。奇异果嘛。这时候，曾经的下册隔空播放，瞬间变黑魔法了。甭管什么内容，无广告，零延迟。退一步讲，虽然失去一小片田，但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呐，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都是官方版应用，我能从迪士尼乐园的疯狂动物城溜达到英国皇家剧场，而且同是流媒体。你看看人家这画质，这声音，这码率，这 4K。之前呀，一直没让我买 Apple TV 的原因，主要就是没那 USB 口吧。因为这个我的工作流是这么个过程哈，上班呢得下好片子，这样拷进硬盘里。然后到家接上电视，等几分钟读取，打开播放软件看片儿，这么个流程。但换 Apple TV 以后，我的观影质量提升了，时间成本却下降了。这多亏了苹果独占且全系覆盖的应用 Infuse， 各种视频格式、字幕格式、杜比世界、杜比全景声，甚至空间音频都支持。NAS、网盘、硬盘、电脑，它都能通过文件共享读取。现在我蓝光片源都不用下载，直接存网盘 ，Infuse 扫描后在线播放，存的文件什么样，播出来就什么样。4K 杜比一个不少，本地硬盘可以 USB 接电视 NAS 或是路由器共享，和我电视接硬盘播放没区别。而且 Infuse 能自动整理我的影音库，每部片子剧集都有海报，精确到分级简介、导演演员和网站评分都有。这电影海报墙，谁看了不赏心悦目？配合 4K、杜比世界和 HDR10+，如果你还有不错的音响或者俩 HomePod 无缝组成立体声，这观影体验，这妥妥的家庭影院。果然又要被裹挟了，这果味真冲，这硬件软吃真香。下咱们take my money。哥，这是公交卡，我买我用的爽。但您买吧，我还真不推荐。安利到位，然后全退。苹果，那是禁果。因为 Apple TV 使用的前置条件过多，翻过了一座网络山，还得准备越过账号河。崎岖坎坷，它就真的多。如果没法翻山越岭，那 Apple TV 啥也没有，只能当个大号隔空播放器了。所以不爱折腾或者网络条件达不到的，千万别买。还有没有家庭电视自主权的？哎呦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我想看那个新闻联播找不到啊！
RGB，什么 BO 来着？这是哪个台呀？奶奶，那是河北台，不好看，不好看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也最好别买了。什么人早买早享受呢？我这样的，电视原生系统垃圾但还能用的，像我开电视就 Apple TV， 要看国内平台的内容，遥控器一按就回小米主系统。还有对观影体验要求高的观众，想看更多的流媒体，或是打造家庭影音和个人媒体库，选它好用，还有软硬件都被深度裹挟的。像我买它的一个大原因就是想在电视上健身。那你健了没有啊？再见。值不值得买？设计9分，机身小巧到能带走旅行。遥控器设计值得每个厂商学习。功能9分，唯一不满就是没有 USB 口。性价比9分 ，A15 用到25年不是问题。易用性6分，4分全扣在本地，用熟了就能升到8分熟了。尽管我一直追求设备的各司其职，但 Apple TV 真的把电视变成了我家庭娱乐的中枢。这是产品的力量，也是生态的强大。它像一个提醒，让我知道电视还能这么用，也像一个标杆，让厂商看到电视系统还能这么做。买之前我以为我不需要它，用到现在我很难离开它。Tesla 给出 Apple TV 7代主观综合评分8.25分。在选择不妥协、不方便和折腾之后，我收获到了很难回到过去的体验。由简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给我带来欣喜感的不是产品本身，也不是折腾的过程，而是在真正的体验提升。但每个消费者不应该都通过折腾才能获得更好的体验。体验是从电视开机要不要看15秒广告开始的。也许你需要一个显示器支架，减少干扰，轻松收纳，按订单生产，每一块木纹都不一样。Testway 起源系列显示器支架，键盘掌托，现已上架。南后期重磅推荐。好，节目看完了，那你觉得这个产品能够得几分呢？请在下方的视频简介中寻找链接给它打分吧。那本期啪啪啪你想啪这个 Apple TV 不可能，因为那是嘚高自己的，所以没有啪啪，没有啪啪没有关系，大家可以进我们的淘宝店铺。怎么进我们的淘宝店铺呢？拿出你的手机，打开手机淘宝，搜索店铺 Testway 值不值得买，里面有很多的产品。我知道大家非常关心有一个东西叫做充电宝，对，充电宝呢大家非常的喜欢，谢谢各位的支持，谢谢各位。谢谢各位的支持。那我已经在补货了，大量的货在路上，绝对有。好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，你可以给我们那个下面呢有一个超级感谢，还有呢就是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，有支持我们创作更多的优质内容，谢谢各位。Testway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